10年理财实战，你身边更懂资产配置的朋友，欢迎来到智享财经，我是李志。再过2天，中国首批9只公募基金的 REITs 就要发行了，甚至还有不少的机构把 REITs 基金包装成了万能的宝藏。我相信也有很多人跃跃欲试。今天志哥就和大家一起来聚焦一下，在购买公募 REITs 之前必须要知道的事儿。干货很多，记得点赞完播。首先 ，REITs 到底是什么？它的中文名称就叫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简单来说，就是散户们集合资金，把钱交给专业的机构去投向不动产。这些不动产包括什么呢？包括一些1、2线城市的房子，还包括一些高速公路、工业园区等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投资了 REITs 之后你就相当于包租婆了。你委托的专业投资机构会将项目的投资回报扣除各类管理费用之后，将利润按照大家持有的份额比例分配给大家。之前很多人都看好 REITs， 是因为认为它可以投向地产，因为大家都知道地产挣钱。但是在中国的公募 REITs 和国外的有一定的不同，国外的 REITs 主要是投资向房地产，而中国的首批 REITs 全部都是投向基础设施，这里面包括了重点区域的一些产业园区以及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做投资，我一直和大家强调的是不要只看名称、看包装、看宣传，而是要充分去看到底层投资标的的投资价值。所以你买的 REITs 好不好，要看你买的底层资产到底挣不挣钱。底层资产越挣钱，给你分的钱也就越多，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 ，REITs 基金虽然叫做基金，但是它和股票基金完全不同。它不是去买了股票，而是投资到了实体的项目当中去了。那么中国特色的 REITs 投资风险到底高不高？收益预期到底如何？本次发行的 REITs我认为资产的水平还是不错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项目即便是在疫情期间，也都产生了正向的现金流。但是我认为，毕竟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大家如果要期望它给你带来一个非常高的回报，是不太可能的。这个或许跟很多人的预期有一定的差距。REITs 基金本身的风险收益水平是介于股票和债券之间的，所以它适合不满足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和债券投资收益，但又不愿意承担股票波动的人来进行持有。按照招募说明书的介绍这9只的 REITs 预期现金的分配率在4%到12%之间。我们再来看看投资 REITs 要怎么来进行参与。大家参与 REITs 一共有2种方式，一种是场外认购，一种是场内认购。这里的场指的是股票市场。如果想要参与直接通过证券账户开通一个基础设施基金交易的权限，就可以在股票交易账户当中进行购买了。卖出的时候也会更加方便一些。因为如果你在场外进行认购，这些 REITs 是有很长的封闭期的，是不能赎回的。想要抛售也必须转到场内进行卖出。这里呢有2个非常重要的提示给到大家。第一，因为 REITs 直接在场内上市，所以它的价格也是有一定的股性的。REITs 上市首天的价格有30%的涨跌幅限制，之后的话呢，和股票一样有10%的涨跌幅限制，所以场内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离场外的价格，出现折价或者溢价的情况。完全冲着固定收益去买 REITs 的人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如果在场内出现很高溢价的时候，要特别谨慎。第二，就是你未来看到 REITs 发行的价格不是1块钱，因为 REITs 发行价格和股票上市很类似，会先进行询价。现在的价格已经基本确定了，是在2块到14块不等。最后呢，我还是要强调一点的是，我们去选择公募 REITs 的时候，你一定要关注这个公募 REITs 底层所对应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不是你所看好的。这里面呢有很多的指标要进行分析，比如现金分配率是不是高，预期的 IRR 是不是高，同时战略配售的比例是不是高。如果高，说明机构投资人是比较看好的。还有就是底层资产的预期的增值回报会不会高。只有你自己充分了解之后，认为这个项目是好的，是有前景的，再去投才是正确的方式，也才会有更好的投资心态。如果盲目跟风，再好的资产你拿不住也是白搭。关于这9个 REITs 的选择，我觉得大家不要着急，等上市之后价格稳定了，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深度分析一下。我是李志，你身边更懂资产配置的朋友，我们下期见。